我自己在跟我的小孩子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或者是他做错事情，我会骂他，我一定会指责他。如果他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会指责他。可是我会叫他再讲一次，他听到我说的话是什么，以及我会让他去想一下，为什么这件事情妈妈会指责他。我以前会叫他罚站，他从小的时候，他如果做错事情，我会叫他去罚站。可是我不会去限制我的小孩罚站要罚多久。我知道有些人罚站是罚5分钟、10分钟，就视情况而定。如果他犯的错误越严重，就罚站越久。可是我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规定我的小孩一定要站多久，因为我觉得站多久不是重点。罚站我只叫我的小孩做一件事情就好，这件事情做完就可以不用罚站了，他可以自己决定要站多久。我会让我的小孩去面壁思过，去罚站，去想一下这件事情他为什么会被骂，为什么妈妈会指责他，他为什么会被处罚。我只给他一个任务，罚站的时候去思考一下。你为什么会被处罚？为什么会被骂？你如果想到答案了，你就可以来找我，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你发现了什么。我大概在小孩4岁的时候就给他这个任务。小朋友他发现解了这个任务之后，我就可以不用罚站了，他就会拼命的去想、去思考他为什么会被处罚。不管他讲什么答案，我都接受，因为小孩的思考能力会随着他的年龄变化不一样。他还那么小的时候，你不用期待他会思考什么很深刻的东西。但是做这件事情，主要不是在于他的答案如何，是在于他要养成这个习惯。他的答案再怎么可爱，再怎么错的离谱，都要接受，爸妈都要敞开心胸接受，因为你在训练的是孩子自己反思的能力跟习惯。他如果还很小的时候，他可能会一开始跟你讲说我不知道。他如果跟你讲我不知道，那就代表家长要反省我们自己了。你刚刚已经骂了他一堆了，叫他去罚站，他来跟你说我不知道我错在哪。其实该反省的是我们，孩子根本没有听懂，没有搞懂你刚刚在跟他说什么。你没有让孩子去了解到这件事情他犯的错误是什么，所以你创造一个开放的空间，让孩子自己说出来，他自己去想一下他错在哪。如果他跟你说他不知道，这是好事，至少他愿意讲，他愿意坦诚，他不知道他错在哪。如果你的孩子来跟你说我不知道我错在哪，换来的是家长劈头一顿骂，你觉得孩子下一次他还会跟你说老实话吗？你就听不到孩子的真话了。所以创造开放的对话空间，去确认一下孩子的认知跟你的认知是不是一致的，很重要。你任何要教育他的事情，他是不是真的这样想，很重要。我们要去允许小孩有不认同我们的选择，要有这个选项给他们选，不是爸爸妈妈说什么，小孩子都一定只能勾选认同。我们要有另外一个 option，让他可以勾选我不同意，我不认为，因为有这个选择，你才真正的理解你跟你的孩子的认知到底差多远，你才有办法知道原来他是这样想的。当孩子他跟你顶嘴的时候，他就是在提出一个他的观点，他试图想要让你了解，他不同意你的想法，他有别的观点，他想跟你辩论，就是这样而已。愿意顶嘴的孩子，愿意辩论，愿意提出自己想法的孩子，某种程度上来说，代表你的教育成功，他才敢跟你辩论呢。真正非常威权的父母，他的孩子是不可能敢跟爸妈提出不同的意见的，他不太敢表达自己的，因为孩子被压得死死的，连表达自己的勇气可能都被压在最底层。所以，如果你觉得我的孩子最近青春期，我讲什么他都要跟我辩，我讲什么他都要跟我反抗，跟我唱反调，我们要先给自己一个肯定，好不好？你的孩子是因为你的教育，某种程度来说，你有给了他自由表达的空间，他才敢在你面前表达他的想法。
我们这一辈子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在修炼一件事情，叫做允许别人跟自己有不同的观点，不是只有在教养上面，你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尤其跟你越紧密的人际关系，我们所有的修炼都在修炼这件事情。接纳对方一个基础就是你要先允许别人跟你有不同的观点，我们才有办法去认知到原来你是这样看事情的，我跟你的差距在哪里，我才有办法知道那这个样子的差距要怎么样达成一个共识。你把某些希望跟期待寄托在一个第三者，寄托在他者身上，这就是个风险。你期待有哪一个政治人物或哪一个政府、哪一个政党、哪一个领袖、哪一个名人、哪一个出来去替你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期待本身就有风险，因为你很可能会失望。所以我们做我们能做的事情。为什么说很多事情从自身、从自己的周围去改变，反而是比较有效率的？因为那是一种我把力量拿回自己身上的一个心理状态。我不再把某一个需求寄托在别人身上，因为寄托在别人身上，我会觉得我自己很无力啊。我必须要仰赖那个他者，他必须要很有本事、很万能，我的问题才会被解决。那我会觉得我很无力，我的整个心理状态会呈现一个无助的这样的匮乏的能量。但是如果我把这件事情的主导权拿回我自己身上的话，我会觉得我很有力量，我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我去做我能做的事情，我不再期待一个他者来满足我的需求，我去想办法从自己满足我自己的需求，而且我会觉得自己好棒棒，因为我就是那一个可以满足我需求的人，而不是一个他者。不管这个他者是谁，你的伴侣、你的老师、你的爸妈、你的小孩、国家、政府，我不再仰赖他者的时候，力量才会回到我身上。孩子为什么要学习？大家可以去想一下。还有就是学习到底是谁的事情？如果学习是爸妈的事情，爸妈比小孩还要在乎学校的成绩、课业，如果你比你的孩子还要在意他的功课有没有写完，你比他还要在意他联络簿有没有带回来，那学习就很自然而然变成爸妈的事情了。对小孩来讲，他很清楚，你比较在乎，你会替他负责任。他功课没写完，你会想办法让他写完。反正什么事情就爸妈去想办法就好了，因为爸妈比较在乎，他不在乎啊。所以如果学习一直都是爸妈的事情，小孩为什么要学习？他不开心，他就不要学了，就拒学啦。家长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协助孩子去找到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想象。你要让孩子对自己的未来有想象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叫做对未来的自己有想象？我们平时就可以跟孩子聊，你有没有想过未来的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有没有想过未来的自己是靠什么赚钱来养活自己？如果我们一直告诉孩子说，你要追求你自己的兴趣，可是没有让孩子去想象他未来想要靠什么来赚取收入，就会变成兴趣跟收入好像会断层，好像兴趣归兴趣，工作归工作，收入归收入。在国小、国中，真的最重要的就是激发孩子对自己未来到底要靠什么样的方式来赚钱，他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靠什么赚钱，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两题如果回答得出来，他就可以想得到他要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做着什么样的工作。我就跟我的孩子讲说，目前我观察到的赚钱的方式有以下4种，未来可能更多。保持一个开放性给孩子，让他自己去发挥创意。第一种，以劳力赚钱，我用我的手脚，我去做某件事情，我做满了一定的时间，老板就会给我钱。那第二种是以脑力获取金钱，我的工作可能不需要很大量的体力，但是我的工作是需要动我的脑力的，因为我读书读到很高，我懂很多东西，别人花钱买我脑袋里懂的东西，所以我赚得到钱。
第三种是什么？靠魅力赚钱。我靠着大家喜欢我，大家就愿意给我钱。网红、艺人、明星，那还有第四种赚钱的方式，就是靠钱去赚钱。投资啊，你身边就是各行各业。你带孩子去吃面的时候，可以让他看一下餐饮业是大家在各司其职，在做什么事情。不管是吃面、吃牛排、吃日本料理，不同餐饮业不同的样貌。那餐饮业也有分内场、外场，也有分看不见的后勤、行销企划啊。母亲节有什么88折、两人同行什么的，这些是谁的工作？是谁请他们来做的？他们都在做什么事情？那他们的薪水大概是多少？人力银行网站都会有一些薪资情报，这些东西就是平常你可以跟孩子聊天的话题。你在协助孩子去对未来的自己有想象的时候，就可以跟他聊这些，他不用很刻意的，他融在生活里面。那你也不要急着要孩子现在立刻就要有答案，就算他现在已经有答案了，他也可能在变。所以，如果孩子对未来的自己有了想象，他有了一个，那我以后我想要靠什么赚钱？好，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再结合我对什么有兴趣，他自己就会有一个 picture。有了这个蓝图之后，我们再去让他知道说，那你想要做这个工作，那你距离可以做这个工作还有多远？你还缺了哪些能力跟哪些必要的条件？那在学校体制内，在学历上面，你觉得要怎么样透过学习哦，不管是大专院校还是怎么样，要去补足那些能力，你才有办法成为未来的自己。